大家好，我是海岩。照片里的女子叫做上田美由纪，职业是小吃店服务生，后来做起了酒吧女招待，身高1.50米，体重150斤，带着5个孩子的单亲妈妈。上田美由纪住在鸟取县，鸟取县呢位于日本西部沿海，是日本人口最少的县。这栋绿色的房子是上田美由纪的住所，这是她租的房子。上田美由纪的相貌呢谈不上漂亮，甚至可以说又胖又丑，但就是这么一个女人，身边从来不缺男人，甚至有很多男人抛妻弃子也要和她在一起，而且这些男人最终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那么上田美由纪凭什么能够俘获男人的心？这些男人的结局又是如何的呢？第一位新闻男记者古川思，42岁，报社男记者，已婚，有妻子和孩子，被调去鸟取分社工作。2001年的一天，闲来无事去俱乐部喝酒，认识了上田美由纪。像古川思这样有学历、有光鲜职业的男人，放在鸟取那个小地方，年轻漂亮妹子自愿上门也不稀奇。但他偏偏鬼使神差地迷恋上了比他小6岁，既没有学历又没有容貌，生过几个孩子的上田美由纪。不惜顶着舆论谴责的压力，公然与他同居。古川思的开销变得越来越大，也开始向周边的朋友借钱，算下来至少在女方身上花了2000万日元。2004年5月13日，上田美由纪去警察局报案，称两人吵架，老公气得离家，一直没有回来。就在那天，古川思在鸟取县的 G2 因美线铁轨上被列车碾压，他整个人装在一个大纸箱里，纸箱上面有潦草的几行字，一行字上面写着美由纪遇上你才懂得什么是真爱，另一行字写着给公司添麻烦了。经过笔迹的鉴定，认定纸箱上的字迹与古川思的字迹一致，现场又没有发现其他可疑，因此警方认定古川思为自杀。古川思的家属没有质疑，尤其是他法律名义上的原配妻子也懒得要说法，也没有要求解剖。古田新一27岁，在一家保安公司工作。前面古川思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，其实同在2001年27岁的小保安古田新一也在俱乐部认识了上田美由纪，也爱上了他。古川思2004年自杀，第2年古田新一就搬去和上田美由纪同居。古田新一的性格软弱，同居之后就成了上田美由纪的奴隶，每月上交工资，负责替上田美由纪照看4个孩子，而上田美由纪不顺心的时候还会对他进行家暴，未经允许不可出门，甚至逼着古川新一写下一张又一张的欠条。2007年8月18日，古田新一和上田美由纪一家来到鸟取沙丘附近海滩捡贝壳，但他失踪了。经过搜索，警方在离岸边200米处的海床上发现了古田新一，并将他送到医院。经过9天的抢救和治疗，还是无力回天，古田还是不幸离世了。根据上田美由纪的说法，当天古田新一下海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为了捡贝壳给孩子们玩，没想到发生了意外。于是由于古田身上没有发现什么外伤，并且在他体内呢也没有检测到药物，警方就以意外死亡结案了。在上一起案子发生的1年后，2008年2月的一天，在鸟取县的山里，有人发现了一男子吊在树上，随后报警。警方赶到后，确认了该男子已经离世，现场被雪覆盖，只有1个人的脚印。警方几乎立刻就确认了他的身份，因为他就是鸟取县的一名警察。此人叫做藤田格，41岁。1年前，他去酒吧调查案件，随后与在那里工作的上田美由纪相识。尽管藤田格有妻子和孩子，但他还是和上田美由纪越走越近，两人之间保持着情人关系。上田美由纪不知道用什么手段，让藤田格深深地爱上了他，对他百依百顺。后来藤田格婚外情的事情被妻子发现，还闹到了警局，藤田格因此受到警局内部警告。经过法医检测，没有发现藤田格的案子有什么可疑，因此断定为自杀。2008年2月，刑警藤田格才死，他就有了新的男朋友，47岁的货车司机师部和时。在和上田美由纪交往一段时间之后，师部和时觉得对方带着4个孩子相当辛苦，于是借给美由纪270万日元。美由纪当时写下了一张欠条。过了没几天，美由纪到师部和时的公寓里面为他做了一顿午饭。吃过饭之后，事不合时就离家开车上班去了。
在途中，事不合时，不知什么原因，突然意识模糊，从而引起了交通事故。好在只是车辆损坏，没有人员受伤。这天晚上回家后，事不合时，喝了美游记送来的罐装啤酒，之后就睡着了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被褥正在着火，部分的墙壁也被烧毁。好在被邻居发现，报了警，消防员及时赶到，才把大火扑灭。事不合时，因吸入大量的浓烟，被送到医院抢救，好在没有危及生命。住了几天医院之后，他回到家中，此时鸟取县的警察正在家中搜查。事不合时，查找一番，向警方报告了家中的损失情况。损失的物品当中包括美游记写的一张270万日元的借条。此后没多久，事不合时发现自己被美游记欺骗了。他知道了美游记与多人同时交往，气急败坏的他找到美游记理论，并要求对方偿还270万日元借款，但那张借条已经不见了。美游记根本不想还这笔钱，但他还是答应事不合时会很快还钱。过了没多久，事不合时的尸体就在海里被发现，法医在事不合时的体内检测到了安眠药的成分，另外在他的肺部检测到了一定的沙子，而正常溺水的人是不会吸入那么多的沙子的。这次事件警方不再认为是意外，而是认定是有人故意的谋杀。在上一起案件发生的半年后，2009年10月的一天，57岁的原山秀树的尸体在鸟取县摩尼山的河中被发现，但那里属于浅水区，水的深度也只有20厘米，原山秀树不可能自己不小心在那里淹死。原山秀树的脸部伤痕累累，另外在其体内检测到了安眠药的成分，因此警方认定这不是普通的意外溺水事故。警方调查发现，原山秀树在鸟取市经营的一家电器店，在2009年的夏天，他曾卖出一份价值53万日元的家用电器订单，而购买这份家用电器的人正是美游记，但在原山秀树的账本里面却没有找到这份家电的进账。有目击者称，看到美游记和一名男子曾出入受害者的电器店。58岁的田口和美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公寓里，他也是上田美游记的常客。2009年年初，田口和美在一次中风之后失业在家，不过因为有社会福利，田中的生活过得也还算不错。他与美游记住得很近，两人关系不错。田口和美曾经给美游记一把自己家的门钥匙，两人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。有一次，田口和美开着美游记的车外出，在鸟取站附近不小心与别的车辆发生了车祸，美游记借此向田口要了8万日元，两人的关系就此开始恶化。为了还清欠债，田中开始做美游记的保姆，帮他照顾孩子，负责他们的生活起居。美游记会以各种理由向田口要钱，田口的存折和政府补助金也都被美游记拿走。2009年10月26日，田中因出现腹泻和其他健康问题陷入昏迷，被邻居送往医院，但抢救无效后死亡。法医在尸体的胃中检测出了安眠药的成分，但由于田中有服药历史并患有心脏病，最终田中的死因被判定为疾病。上田美游记1973年12月出生于鸟取县仓吉市，家中有4个人，父亲母亲还有比他大5岁的哥哥。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，母亲则是有点浮夸、生活随意的人，经常和不同的男性约会。在美游记小学时代，他就开始偷窃。中学毕业之后，美游记在当地的高中护理系就读，但他撒谎成性，品行不端，最后被学校开除。后来他就离开了家乡鸟取县，来到了大阪生活。1989年，美游记来到了大阪的一家丝袜厂工作，不过没做多久他就离职了。之后他到了一家婚介所工作，和之前一样，这份工作也没有持续多久，美游记就再次离职。1990年，美游记和第一任丈夫佐藤结婚，婚后育有2个孩子。1996年2个人离婚，前夫每个月需要向美游记支付一笔不小的抚养费。离婚后的美游记带着孩子回到了鸟取县的父母家中。在家乡，美游记遇到了一名公司职员，之后2人闪婚。婚后不久，美游记又生下了2个孩子，加上前夫的2个孩子，美游记需要照顾4个孩子。他们从亲戚那里盘下来一家小吃店，共同经营。一开始日子过得还有模有样，但美游记很喜欢与男人交往，并且有了外遇。2004年，美游记经历了第2次离婚，小吃店也开不下去，关门大吉了。
就这样，美由纪成了一名带着4个孩子的单亲妈妈。之后，美由纪在当地的一家小吃店当女招待，小吃店的其他同事对美由纪的评价很高。美由纪在这里就像一个贴心的大姐姐一样，对待食客也认真负责，很多食客都会和她说心里话。她是一个不错的倾诉对象，还能恰到好处的开解他们。她很多时候表现得像一个思想传统的女性，处处把男人放在优先的位置上。而且美由纪的文字表达能力非常突出，很擅长写信，他会频繁地给一些男士寄送信件或者发送电子邮件。这些书信不是三言两语，每一封的内容都很饱满，处处散发着文艺的气息。一些男子看到之后，在精神上会感到极大的满足。虽然上田美由纪没有漂亮的外表，但她能够抓住男人的心，哄得很多男人对她死心塌地。也是从这时候开始，与美由纪约会的男人相继殒命。2007年12月，34岁的美由纪遇到了46岁的汽车销售员安东一道，之后2个人开始约会。安东是一位已婚男子，有妻子和孩子。在交往了4个月之后，美由纪谎称自己怀了3胞胎，然后向安东索要抚养费，开口就是3000万日元，一个孩子1000万日元。安东一下子是付不出那么多钱的，只能放弃自己的工作和家庭，搬来和美由纪同居，并且照顾对方的几个孩子。安东的性格温和，是一个不错的汽车销售员，深受人们欢迎，但他不得不辞掉这份工作。在与美由纪同居的这段日子里，安东完全处于劣势，他不得不去洗很多衣服，做很多家务，还要接送孩子上下学。他对美由纪怀有3胞胎的事情深信不疑，还陆续给了对方自己所有的积蓄1000万日元。到后来实在瞒不住了，美由纪谎称自己流产了，一直到被捕的时候，安东都没有离开过美由纪。虽然美由纪没有怀上3胞胎，但和安东同居的时候，美由纪又生下了一个孩子，现在一共5个孩子了。但是最后一个孩子的生父是谁，美由纪自己都不清楚。此外，美由纪是一个根本不做家务的人。警方在调查他的居所的时候，发现里面堆满了垃圾，还有他养的3只狗和5只猫。美由纪对5个孩子也疏于管教，虽然孩子是由他抚养，但美由纪很少给孩子做饭，便利店的饭团就是孩子们的主食。可以说，美由纪是为了抚养费才把孩子握在自己的手中。在2008年11月到2009年11月，在这1年的时间里面，上田美由纪和安东一岛陷入了资金的困难，2人实施了几次诈骗。最后在2009年11月，美由纪因诈骗一位女性熟人126万日元，事情败露，警方顺着线索查到了安东一岛以及与他同居的上田美由纪，2人随即被捕。这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，上田美由纪涉及至少8起诈骗案，诈骗的总金额接近1000万日元。另外，他还涉及6起命案。后来，安东一岛因诈骗罪被判处3年06个月的有期徒刑。2010年2月，警方在掌握证据的情况下，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再次将上田美由纪逮捕。但是6起命案当中，只有第4起事不核实的案子以及第5起原山秀树的案子证据充分，检方向法院正式起诉。另外4起案件因为证据不足被撤销起诉。2012年9月，本案在鸟取地方法院开庭审理。上田美由纪被指控11项罪行，其中8项诈骗罪、1项盗窃罪以及2项谋杀罪。美由纪否认了2项谋杀罪，但承认了其他的所有指控。案件经过审理，同年12月，鸟取地方法院作出了宣判，被告上田美由纪2项故意杀人罪罪名成立，判处死刑。另外，他需要偿还向被害人事不核实的借款270万日元，以及偿还未支付给被害人原山秀树的53万日元电器货款。上田美由纪不服判决，提出上诉。2014年，广岛高等法院松江分院驳回了上田美由纪的上诉，维持一审判决。美由纪不服，继续上诉。2017年8月，最高法院表示杀人是有计划的，极其恶意，死刑不可避免，并再次驳回上诉，最终确认了上田美由纪的死刑，并且除直系亲属外，美由纪禁止被探视。之后，美由纪被转移到广岛拘留所服役，这是一座专门关押死刑犯的监狱。此事经过媒体的报道后引起了轰动，人们很难相信以美由纪的外表如何让那么多的男人对她死心塌地。
更让人吃惊的是，这位相貌平平的女人如此的心狠手辣，她也被人们称作不美妖妇。美游记的故事还被改编成了漫画。上田美由纪被判死刑以来，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忏悔之意，也没有闹过一次自杀。按照日本执行死刑的速度，等到真正要处刑的那天，恐怕还要等上好多年。2023年1月10日，监狱出现了状况，美由纪吃饭的时候突然被噎住，差点被噎死，经过抢救才得以幸免。奇怪的是，4天之后，也就是2023年1月14日下午4点，上田美由纪在拘留所房间里面吃东西的时候，再次被噎住。狱警虽然及时将美由纪送医，但最终不治身亡。法务省指出，现场没有发现遗书，确认上田美由纪在吃东西的时候被噎住窒息死亡，属于意外，享年49岁。我是海岩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